适合冬天扦插的4种花，枝条沾土就能活，蹭蹭冒芽爱开花。现在正是寒冷的冬天，很多花友都不知道养什么花卉比较合适。今天花花就给大家分享几种适合冬天种植的花卉，真的是很好看的，扦插成活率极高，一盆轻松变多盆，最主要的是容易开花。喜欢养花的朋友就一起来看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下面就一起看看这个季节适合扦插哪些绿植，又该如何扦插的吧。1. 长寿花。长寿花是一种很不错的年宵花，这种花卉是很好看的，花色鲜艳，开花能力也是很不错的，非常的大气，精致美观。大家养护长寿花，经常将长势不好的枝条修剪掉，修剪下来的枝条用来扦插，非常容易成活。关于长寿花，其实大家也没有必要去购买，长寿花不仅容易养护，而且还容易扦插，通过叶片枝条都可以扦插成活，平均扦插的时间大概需要40到50天，就可以孕育出新的幼苗。如果长寿花是通过枝条扦插，大概只需要2周就可以成活，如果是通过叶子扦插，大概就需要40天，枝条的活性更高，直接可以孕育出新的根系，而叶片在发根的同时需要孕育出新的幼苗，因此耗费的时间也会更加长久一些。长寿花的扦插分为3步，第1步，准备好扦插的花盆和花土，沙土和泥炭土都可以，建议大家可以使用泥炭土，效果更好一些，后期孕育出来的幼苗生长速度更快，因为泥炭土中富含丰富的养分，可以促进幼苗的生长。第2步，准备好扦插的插条，要扦插出新的幼苗，我们需要先有一个健康的母体，从健康无病虫害的长寿花植株上选择用于扦插的枝条，这些枝条应当是成熟且稍微木质化的，通常选择1年生的枝条作为插穗，使用干净消毒过的剪刀或园艺剪，将枝条剪成大约10至15厘米长的段，每段至少包含2至3个节点，节点是叶子与茎相连的部位，也是生根的关键所在。剪下的插条需要立即处理，将底部的叶片去掉，只保留顶端几片叶子。这样做可以减少水分蒸发，同时避免插条在土中腐烂。如果是用叶插，就挑选底部的老叶子，可以用剪刀，也可以直接用手给撸下来。撸下来的叶片不要着急，扦插前先放在自然光下晾晒2到3天。第3步，正式扦插，在基质中开一个小孔，深度大约为插条长度的1半，将处理好的插条放入孔中，轻轻压实周围的基质，使其与插条接触紧密。如果用的是叶子，就把叶子的1/2扦插到土里，用喷壶把土壤喷湿，不需要完全浇透，平均1周喷1次水，保持湿润，等待1个月左右，叶片就可以发根，发根的同时就可以孕育出幼苗。叶片的扦插一定不要让土壤过于潮湿，保持环境的通透，不要放在强光下。长寿花喜光，但新插的插条不宜直接暴晒，可以放在明亮处或半阴的地方，待根系生长稳定后再逐渐增加光照。现在的季节是最适合扦插的，温度相对比较低，水分的蒸发速度比较慢，扦插的成活率会更高。最后，一旦确认插条已经生根，就可以开始正常的养护了。注意定期浇水，保持土壤湿润但不积水，同时根据生长情况适时施肥。2. 鸭掌木。鸭掌木的叶片就像是鸭掌一般，真的是很可爱的，非常的大气，寓意美好。在空气干燥的时候，还可以朝植株周围喷水来提高空气湿度，吸收也会更好，可以更好的促进新芽的生长。扦插也是很容易成活的，扦插鸭掌木前需要先准备材料。1. 鸭掌木枝条，选择生长健壮、无病虫害的鸭掌木枝条，长度约为10到15厘米。2. 基质土，需要选择通透、肥沃的扦插土，可以用腐叶土、腐熟的堆肥和河沙混合而成的土壤。3. 扦插盆，选择透气性好、排水性良好的扦插盆，盆底放置1层砖渣或碎石，以保证排水畅通。4. 基础肥料，选择有机肥或复合肥，可提供充足的养分。5. 喷雾瓶，用于保持扦插土湿润。2. 扦插方法，准备好材料后，我们把鸭掌木枝条剪成长度约为10至15厘米的段落，
每段落保留3至4片叶子，将叶片中部的一半去掉，使其面积减小，减少水分蒸发，有利于扦插后生长。在扦插盆中铺一层排水石或碎石，再铺一层扦插土，将土压实。在扦插土中用手指或木棍插入一个深度约为2到3厘米的小孔，然后将压掌木枝条插入孔中，轻轻压实土壤，使其紧密贴合枝条，以保证扦插后的稳定性。将扦插盆放置于半阴处，避免阳光直射，保持土壤湿润。可用喷雾瓶喷水，每天喷水1到2次，以保持土壤湿润。大约2周后，扦插的压掌木就会开始发芽生长，此时可以逐渐减少喷水次数，但土壤仍需保持湿润。在压掌木生长初期，应保持通风，避免高温、干旱等环境，避免影响生长发育。可以适当施加基础肥料，以提供充足的养分，促进生长发育。此时还需要格外注意防治病虫害，定期检查叶片和枝条，如发现病虫害，应及时处理，使用吡虫林、阿维定虫米、塞虫嗪等药物进行防治。3. 绣球花。绣球花是一种皮实好养的花卉，这种花卉是很好看的，比较耐阴，开花能力也是很不错的，非常容易开花。绣球花非常容易成活，还可以用枝条来扦插，在小苗就可以开花了，真的是很好看的。绣球扦插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插穗，我们需要选取嫩绿而柔软的枝条作为扦插材料，这些枝条既不宜过于老化，也不宜过嫩，适中的状态最为理想。将枝条修剪成适当长度，保留1到2对叶片，这将有助于新根的生长。切口要干净利索，顶部剪平，底部则采用斜剪，以增加生根的机会。新手花友需要注意，插穗下方的叶片需要完全去除，而顶部的叶片则只保留一小部分，为光合作用提供充分条件。接下来准备1杯清水，并添加少量的快速生根液，可以刺激植物的根部发育，促进快速生根。将修剪好的插穗放入生根液中浸泡，大约30分钟。如果你选择使用土插法，建议可以准备泥炭土、营养土或椰糠作为扦插的土壤。将插穗逐一插入土壤中，确保四周和底部有良好的通风孔。用浸泡插穗配好生根液的水将土壤充分浇透，然后将托盘放置在通风明亮的地方，避免暴晒，同时注意不要在托盘内积水。刚扦插的前10天内，可以每天给叶片喷雾，保持湿润的环境。大约1个月后，你将会看到根系的生长，而2个月后根系旺盛，就可以考虑进行移栽了。除了土插，还可以选择水插。水中扦插法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，可以让你近距离观察到绣球花根系的生长过程。首先，准备一个不漏水的容器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然后滴入几滴快速生根液，均匀搅拌。在水表面放置一块泡沫，这将有助于维持枝条的稳定。将修剪好的枝条一个个插入泡沫中，确保它们能够保持稳定的状态。扦插好以后，将容器放置在散射光线的地方，不要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。需要耐心等待大约1个月的时间，当你发现新根开始生长时，满满的惊喜与成就感油然而生。4. 薄荷。薄荷的叶片油绿，真的是很大气的，真的是很好看的。大家养护薄荷一定要定期修剪，可以更好的促进新芽的生长，真的是很迷人的。薄荷的长势旺盛，可以更好的促进新芽的生长，还有净化空气的作用。扦插薄荷时，多用于珍珠岩作为基质进行扦插，其基质厚度放置约为5厘米即可。要是没有珍珠岩，也可以选择疏松透气的沙壤土为扦插基质。切记不能选用粘土，粘土含水量高，一旦积水，插穗容易腐烂。也不能选用沙土，沙土适合木本植物扦插，而薄荷草本水多易烂，水少了沙土容易散失，不利薄荷生根。插穗要捡取生长健壮及无病虫害的枝条，长度一般约5到6厘米，留1到2片叶子即可。插穗上尽量带2到5个芽，上切口要在芽上1厘米处，下切口要在芽下。由于薄荷为草本植物，所以插穗的茎底部采用平剪法，刀要锋利且消过毒，剪口要平滑。剪取好插穗后，我们把它放在生根水中浸泡10分钟，取出晾干后直接插入基质中。
扦插的深度为插穗的1/2，扦插完后要压实插穗4周机制，并浇透水。扦插完后，将其摆放在通风阴凉的环境中，每天傍晚浇1次水。在薄荷长出根后，逐渐减少浇水量。大约20天左右，薄荷就会长出比较多的根系了，此时就可以移植上盆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还有其他关于扦插的妙招，欢迎评论区分享给花友。如果对分享的内容有其他意见，欢迎及时告诉花花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